奥迪爸爸终于想起这个炎龙侠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也算是奥迪双钻这个正规军里头第一只炎龙侠了吧。蓝色暴风，我是蓝豹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蓝豹测评。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凯魂最新产品炎龙铠甲。首先按照惯例，咱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行客的这个炎龙侠的两个包装啊，一个是出版的，一个是再版的，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不得不说这个风格啊越来越往真骨雕方向靠近了。不得不说这个天地盒还是非常的板正的，上面是有一个烫金样子的炎龙的这样一个 logo 啊，侧边呢是 Armor Hero 的英文。盒子的后面的话呢，就是炎龙铠甲的这个玩具的一些写真啊。当然呢，如果说你要是提前预定的话呢，它会附属这个特点的配件包。至于这个怎么样呢，我们稍后再讲啊。打开盒子的话呢，可以发现这个盒子的底部啊，也是有这个字样的。铠魂以守护为铠，以勇气为魂。但人家至少不会像这个行客啊，这个东西属于是挂羊头卖狗肉。产品内部呢是上层主体，下层是各种各样的配件，一台支架，还有这个必杀铁，还有一个磁吸的这样的一个铠甲 logo， 以及这样一份纸质的说明书。首先这个身形比例啊，咱们介绍一下进入 2.0 时期的这个刑天。那么这个刑天的这个素体啊，不得不说是非常板正。那么同样的这个炎龙啊，进入 2.0 时期啊，它这个身形比例刻画的也是相当还原。这个上手体验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沉甸甸的这个质感，而且部分呢是采用合金，就比方说它这个脚掌，而且它身上这个底衣的素体啊，有很多这个铠甲皮套的褶皱细节，这里处理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次呢，我们比较一下行客的再版927的上半身改建以及头雕改建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行客的这个炎龙这个脖子啊是有点短的。这一点铠魂炎龙的话呢是做的比较还原。起初呢，我本来以为呢这个铠魂的炎龙头雕会比较还原于皮套，但是呢正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罩是稍微有点宽了，其他部分的话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。这个行客的话呢其实呢也就是把它这个面罩这个部分增加一点弧度，其他部分的变化呢并不是特别的大。其次呢，这个铠魂炎龙会增加很多的一些细节，就比方说它胸口这个龙珠的这个图腾这个 logo 啊，这个行客呢直接是上了一层金属的这个橙黄色的漆，然后呢延伸出来这个火焰纹的这个部分呢是个浮雕细节刻画。虽然说皮套啊它也跟这个行客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浮雕啊会更加好看一些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腰带两侧这个转轴方面啊，我其实以前没有观察过啊，在剧中这个转轴上面啊，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金色的一个细节的点缀。看一下这个腿部以及脚部这个细节的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部上面这个铆钉啊，它是有一层红色的细节的，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腿后边的这个部分，我开始以为它只是单纯的银色的铆钉的凸起，而没有发现在这红色的一圈啊，这个细节也是有所点到的啊。这里铠魂做的是相当的还原。不过我不太能理解的是，上一款刑天的脚底啊，虽然说在剧中基本上没有看过刑天脚底这个细节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呢铠魂的刑天有刻画出来。为什么炎龙这个脚底呢就这么的平，什么都没有啊？接着我们比较一下927这个版本啊。927的话呢，它是提前把这个胸甲进行一个 2.0 的这样的一个重置，并且呢在这里增加这个发光灯组的一个机构啊，我这里没电了，所以亮不了了。然后呢927版本也是可以把它的烈焰标拆下来的，只不过呢这个还原程度嘛，我个人感觉还是差点意思，因为剧中的这个烈焰标呢应该是像这个铠魂这个炎龙啊，它是有这样向外伸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这个的话呢是有点向里了，所以还原度是差点意思。只不过927的这个胸甲呢是向上调了一点啊，所以说跟那个1:12比例的人偶搭配的话会明显要高很多。
那么优点说完了，然后我们说说这个缺点啊。首先这个缺点方面呢，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品控啊。这个品控方面呢，咱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炎龙。炎龙的话呢，就是你要是掰它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问题，比方说它松紧度不达标啊，包括它的塑胶质量方面啊。但是呢，咱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邢客这个漆面是非常的好的，我们几乎是找不出来它这个漆面以及塑胶啊或者飞边的一些瑕疵，几乎挑不出来。它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这个塑胶质量上，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大的。但是反观这个凯魂炎龙啊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奥迪双钻是非常舍得在这款玩具上用料啊，就比方说合金啊，还有这个材质啊，可以说是相当的顶级啊。但是就这么好的材料，这款奥迪双钻依然还是它这个漆面的老问题，包括它什么飞边呐、漆面的中奖的概率啊，在这款产品上是喋喋不休的。在玩的过程中会很容易发生这个刮蹭的现象啊。但是呢，并不能证明这个凯魂炎龙就是很垃圾的一个东西啊。虽然说这两者之间啊，这没有办法中和一下，我觉得中和一下就是很完美了。不要像这个邢客，就是你表面上是很好看，但是你一玩就全都露馅了。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啊，都是属于那种半斤八两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是重视这个外观多一些呢，还是重视这个把玩手感啊多一些呢？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可动性怎么样。其实可以说是重灾区了，就是你就比方说它侧台啊，最大幅度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很难崩啊。包括它这个后踢的角度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是没办法后踢。当然呢，有些网友他拍出来的照片啊，他只能是说，通过一些特定的角度啊，就是斜踢，差不多是可以这样子。但是你要是直着向后踢，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。然后是这个炎龙的前脚尖啊，前脚尖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稍微有点偏松的。可动性方面的话，抬头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的幅度，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大臂的360度，但是要注意避让上面一些尖刺的部分。平台的话呢，先要把这个肩胛向外拉，然后呢，它可以超过90度。大臂这里360度的旋转，肩部这里呢，它是可以前后的这样摆动的。小臂可以超过90度的弯曲。忘说了一点，它的小臂呢也是有一个自转关节。手部这里呢是可以向外拉的，并且可以360度的旋转。腰部这里是有点偏紧的，但是还是要注意转的时候要防止这个漆面掉色啊。大腿的平转，前踢它是后踢不了的。膝关节可以超过90度，但是也要注意后边的尖刺。脚踝它是有一定拉伸关节的，并且有一定的接地性，可以360度的旋转。这里呢是有点偏松。然后在发光灯组方面的话，需要把这个头啊像刑天上次一样啊，这个整个拔下来，然后呢放上2个 L2621的纽扣电池即可供电。背后的话呢，它是有个绝缘条，电池的话呢跟上面是一样的。测试一下它的发光，在全暗的环境下，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。包括它胸口这个龙纹的这个图腾刻画的是相当的漂亮。胸口的2个烈焰标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拆卸的，而且值得注意到，这个是软胶材质啊，避免磕碰的。手型方面的话呢，就是左手右手各有2种不同的持卡手型，还有呢2个放松手、2个掌劈手、2个握持武器的手型。异能兽的放魔铁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板件的方式啊。这个印刷方面的话呢，就那种马赛克画质了，看看就好了。卡片的背面也简单给大家看一看。武器方面咱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刑客的话呢是比较偏薄一些。就从侧面直观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刑客这个厚度啊是比较偏薄的，而凯魂的话呢是比较匀实一些啊。这个像剧中的话呢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厚度。而且凯魂的话呢，它用了很多一些透明件所表现出来。刑客的话呢，就是实色的一个涂装。然后凯魂烈焰刀在刀刃上面呢是有这样浮雕的细节刻画，而刑客方面的话呢，直接是采用这个遗印的所表现出来的。
顺便呢，咱们再比较一下烈焰弓，也是一样道理啊，是在这细节方面是用了一定的这个黄色的透明件，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而且烈焰弓两侧这部分啊，可以看到是属于那种龙头的细节刻画。最后比较一下烈焰标。帖子方面的话呢，咱们也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刑克版本。刑克这个红色呢画比较偏淡，而海魂这个版本呢是比较偏深一些的。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个版本做的会好一些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台支架，支架方面的话呢是配备了2种，一种呢是夹持这个人偶这样的一个夹子啊，另一个话呢就是这个夹持这个必杀铁特效件的这样一个夹子。只不过呢，它底下这个夹子的话呢，它是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螺丝给你拧开，拧开之后呢，再进行替换。你要是没有螺丝刀的话呢，就非常的难受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想的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预定特点里头附属的这样配件了。这个配件可以跟之前我介绍这个第三方啊进行比较一下，它里头是有这个渐变的一个效果。它是由深红到浅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循环啊，就这个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帅，而且在这个旁边这里呢，会有很多一些这个炎龙峡标志的一个遗印的一个细节，做的真漂亮。这样呢就能还原出炎龙峡从里头拔出烈焰刀这样一个名场面了。当然呢，它也是可以还原出它这个必杀斩铁的一个样子。只要将这个斩子的特效安装在这个中间啊，就可以还原出来了。然后这个特效件呢，要夹在这个地台上啊，它是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零件的。下方这里啊有一个滑槽，我们直接给它滑入进去，这样就可以完成它一个固定了。只不过还是一样啊，要把那个螺丝拧开才能使用这个支架，真的太恶心了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特点的封魔盒了。封魔盒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，做的是非常的细节，包括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这个里头的5行的转轮，包括5个晶石这个细节涂装，非常的好看啊。当然呢，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第三方的版本啊，这是高达做的，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一下。那最后说一说这款海魂炎龙真的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吗？我个人感觉怎么说呢，也是有利有弊吧。但是至于弊端大于利端还是利端大于弊端呢，就得看自己进行一个判断和选择了。但是呢，整体上这个用料方面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还是挺认可它的，至少这一点比刑克强很多。那么要怎么判断呢？就用凭目前的各位来去选择了。我也觉得它应该不至于像一些其他博主就骂的那么惨，说这个玩意儿就是个垃圾，就是一坨大便。我觉得这倒不至于。我倒觉得这款产品最让人产生争议的点，它就是它这个价格了。原本呢是300来块钱就能拿到手，现在吃线居然要500多块钱，我不知道是谁在炒这个价格啊，这个简直是太过于离谱了。如果说你要是原价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配件量还有它这个塑胶质量的话是对得起它这个价格，但是现在是500来块钱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有点太过于离谱了。反正大家可以先观望观望吧。奥迪双钻的产品不用太过于着急，没准第2批、第3批的价格应该能回到一个稳定的水准。